想不到几日不见，司空姑娘的武功竟精进若此。那当然，长得也更漂亮了。哇，过14层了，过14层了14层了！二位久等了，咱们这就继续吧。萧瑟，这两位是？看这打扮是望城山的人吧？偶遇而已，想请望城山的2位高人算一卦。望城山李凡松见过司空姑娘。不知2位前来雪月城所为何事？那个，我们就是来看看，就是来看看。二位，咱们开始吧。见着。这是什么？这药叫做冰清水，常人服下，全身的血液都会顷刻间冻结，但对于你不同，你的火灼之术已经进入了迦楼罗境，但你的身体却难以承担。如果运功过久的话，恐伤及自身。而这冰清水便会护住你的心脉，延长火灼之术的时间。多谢师兄。哎，对了，师兄，这15层可有什么建议？我建议你明天再来。明天？这登天阁的每一层都是不同弟子轮流值守的，只有守阁长老在这一层，一待就是10年。哦，今日你已经很疲惫了，早些回去休息，明天再来。哎，好吧。哦，那师兄，那我能不能问一下，这15层的守阁长老是谁啊？如果你见了他，一定会觉得很亲切。啊？长相大剑今日竟有空来青天剑做客，真是难得呀！来，朝中那么多的达官显贵，都想拜访青天剑，却都未能见上国师一面。锦仙也怕吃了闭门羹，丢了颜面，所以才迟迟不来。长相大剑说笑了。国师，这里就是青天剑的星月阁吧？据说历代的剑圣都曾在此处观星象，测天下大事。不知国师可看出什么来了？明日会下雨。就这样。后天还会继续下，刮西风。3日后会放晴，但还不确定。锦仙一直以为国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没想到国师却有这样的闲情雅致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大剑不信我说的。锦仙自然相信，只是国师应该知道，锦仙并不是问明日的天气，而是这个王朝的明日。王朝的明日，那是天道，天道不可妄言。因为当你知道天道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。它只是一个可能性，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。但世人想听的只是一个答案。
因此，长相大剑问的那个天道，它并不存在。为何？如今只剩2种卦象，我想请问先生，若这次还是3面桃花呢？若仍是桃花，那此卦便是用九见群龙无首。是吉还是凶？大吉，天下共治，群龙无首。观望者时机一到，可一化龙，直飞9天。那若是桃木剑呢？大凶，龙死荒滩，血流3万里。好。我从来不信什么天道，只信我自己。只是我心中还有一丝迟疑，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做一个决定，但是又没有勇气，所以才胆怯来求一求天道。但是刚才我忽然想明白了，所以这卦算不算都不重要。多谢。不客气，我也不全是为了你。毕竟，若是真折了望城山的8成天道，我还真怕那赵玉珍提前来考登考登。萧瑟，乾隆师姐，你怎么又下来了？我刚跟大师兄打完，他让我下来先休息，明儿再去。这么听来，你还赢了？惭愧，惭愧。刘姐，你这3脚猫的功夫怎么可能赢得过大师兄嘛？定然是他放水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大师兄说他全力以赴了的。这次先放你一马，等你入了门，我再好好跟你比试比试。不说了，先走了。行吧，就听你大师兄的话。正好我也累了，马上带你去喝一杯。哎，行。你怎么不走了？到了。到了。这儿啊？那个，我身上可没有钱啊。放心吧，今晚的酒不用钱。啊？用缘分。用缘分？用缘分喝酒？东归东归，东面有君子，待客而归。你在那儿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这酒肆连老板都没有。这不就在那儿睡着呢？啊？这是酒肆老板？哪有酒肆老板把自己给喝醉了的？这点小酒，喝到屋顶上去了。不过是瞎情而已。哎！你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没喝醉呢。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我这位小兄弟想求饮一杯，不知今晚可有缘分？一醉年年今夜月，这酒与你们今夜有缘。既然有缘，此刻便求饮一杯。莫急，还差最后一抹月光。玉梦清虚贵此飘，一杯浊酒向天邀。何人能爱今宵月？上楼头弄玉箫，喝吧，这是最好的风花雪月。
怎么样？疏凉如风，柔美如花，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。好酒能品1味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号称能品3味，我这酒能品4味否？在我看来，人间百味也不过如此了。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，这酒水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炽热如火的酒。不过嘛，你倒的倒啊，我就试试。这酒。 怎么回事？感觉如何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又是什么酒？我是一个酒肆的老板，这是我的风花雪月。我现在问你，这第2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 脚下无尽的深渊，它游过这世间的纯洁。这第3碗，你可敢喝？寻梦冰雨模糊了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，随着呼吸改变。 第4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这碗喝了，肯定会死。死的话，都不需要上那登天阁了，直接就登天了。给我！你醉了，睡吧。 那小家伙已经闯到10几层了，定是来寻你的。你不见见他吗？说不定是雷家让他来寻雷云鹤的。若是雷家派他来，他就拿着名次找我了，何必去闯登天阁呢？我见过那孩子，一袭红衣，和他母亲当年一模一样，只是那傻乎乎的性格是学他爹爹的。和你听说你等的那个人也入城了，你为何不去见他呀？你都不急，我自然不急。师兄呢？为何没跟你一起来？他呀，他为了酿他的孟婆汤，要去海外仙山去寻求他最后一味草药。哼，孟婆汤，过去的事情，他就那么想忘记吗？他最想忘记的，只是一件事情罢了。哎，我们正聊着雷无节，怎么一下子拐到大师兄那儿去了？哎，说真的，你真不想去见他？
我说你这个执拗的性子啊，真得改一改。他可是你的……哎，罢了罢了，不提雷无节了。除了雷无节之外，还有一位你故人的弟子也来了。故人？望城山，赵玉珍。他的火灼之术已经突破了第3重境界。他若是要自己达到这重境界，至少需要3年。而如今，他仅用了3杯酒。唐莲不会无缘无故让雷无节休息。我猜这也是你的意思。你就是雪月城大城主，酒仙百里东君。以这小子的资质，最多到14层，15层那位他打不过他。15层的应该是守阁长老，雪月城的长老。有什么好猜的？明天不就知道了？也对。这酒馆送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前辈要去哪儿？寻酒坊。前辈能酿出风花雪月这样的绝品，还需要什么酒坊？孟婆汤。孟婆汤。只需喝上1碗，你就会忘记所有发生过的事。等醒了，就是新的人生，多好。可惜我一直酿不出来。如果我酿出来，你也一定想喝上一杯的吧？萧楚，我叫萧瑟，只是一名客栈的老板。那我也不是百里东君，是一家酒肆的老板。自荐的时候要放平，走，收回来，停次，收回来。姐姐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之前小杰最乖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你们继续练好不好？那我们再站起来练一下好不好？真乖。15年了，我还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姐姐。醒了。萧瑟，哎，那老板人呢？走了，寻酒坊去了。寻酒坊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人家助你连开3门火灼之术，你只需要记得他是一个高人，也是一个好人就够了。哎，说得对，走，闯登那阁去。哎，吃个早饭再去吧。哎，也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嘛。走走走，走，吃早饭去。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了，最后一顿早餐我请你。萧瑟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惆怅了。一点都不惆怅，只是这一趟回去又是那么遥远的路程，仔细想想，竟然只是为了800两。你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我去登阁去了。雷云鹤，我师叔雷云鹤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雪月城，还做了守阁长老？这件事儿，你们的门主雷千虎也是知道的，也曾派人多次请他回雷家，可雷长老对雷家的人却闭门不见。至于为何，等你见到他的时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
师叔，你身后背的，想必就是那把纱布剑吧？你是雷轰的弟子。晚辈雷无极，见过师叔。是雷轰让你来找我的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师叔，我来这雪月城，不是来找您的。你是专程来气我的吗？不是。明白了，你是来见那个人的。好。哎，还望师叔成全。你若想见那个人，只需要赢我。那，师叔得罪了。凭你这火灼之术，是过不了我这15层的。拔剑吧，让我见识一下。雷轰当年不惜违背祖训，修了什么样的剑术？师叔，小心了！青雷尺，你输了，下阁去吧。晚辈此番闯阁，有必胜的决心，还请师叔不必留手。请。这小子不过区区金刚凡境，竟如此难缠。红哥，你知道冠军榜吗？白小堂牌那个。将来的冠军榜上得有我雷云鹤的名字，我雷轰的名字一定排在之前。看着吧，我一定名扬天下。你小子不要得寸进尺。或许你在这一辈雷门年轻人当中确实是天才，可是入了江湖，有的是能顷刻间取你性命的存在，不要太自大了。这我早就明白，我一路来到雪月城，见过了数不清的高手，威震江湖的前辈，连名号都不知的神秘人，还有我的同辈。这令我难以望其项背的真正的天才。我雷无极就是一路败到这里来的，但是我输得起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赢回来的。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雷都纷扰，踏歌长啸，浪花喷溅啊，少年。
我打中了！我打中了！浩君，多谢了。师叔，你看我刚才那算是……躲开一点。啊。 心声随境缘轻袅袅，上扬在旁，心如莲不染与你潮。跋涉千万里，惊涛踏歌者。原来如此，荆棘跌落，不是因为重伤，只是心颓了。让我也回想起那股少年之气。 让我回想起那股力量吧！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想不到，这15层的守阁人竟然是雷云鹤。雷云鹤，他居然还活着！ 小师叔，雷云鹤很有名吗？怎么没听师门长辈提起过他？你们望城山的人自然是不愿意提起的。这雷云鹤当年可是号称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，同雷梦莎、雷千虎、雷轰并称为雷门4杰。当年最出名的一战，便是打上了你们望城山。上山之后。 他要挑战赵玉珍，一指截断上山道，2指掀翻乾坤殿。这第3指，则是对上了赵玉珍的青霄剑，却被一剑斩断了一条胳膊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再也没有在江湖中出现过。传言他早就重伤而亡，没想到躲在雪月城。不过以他的武功，在雪月城当守阁长老，就算是剑仙要登阁也不容易。 雷长老当年重伤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可是武功境界却是一落千丈，如今只有自在地境的实力了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应该是恢复了吧？若是恢复了，那你这好兄弟可就完蛋了。哇！云鹤兄，恭喜你重入逍遥天境，可是。 这登天阁也是花了大价钱建造，还望云鹤兄手下留情啊！你这一个雷劈下去，我这登天阁可消受不起啊！我就劈了你这登天阁又如何？求你了！你小子不错。师叔谬赞了。你想登上阁顶，然后带那个人去见你的师傅？哼！ 好，到时候我也去。啊！阿离，云鹤兄，如今你功力尽复，可是要回雷家了？没脸回去啊！怎么又是这句话？自己丢的脸，总得自己拾起来。再说回家的事，我曾1指破苍山。 我曾2指断乾坤，我的3指却没能破去那青霄剑，还丢了一只胳膊。如今我重回逍遥天境，再去见见那青霄剑如何？你打算去望城山？阿离，我们走。当年我持枪站在阁顶，满城风雨化为一枪，可有此风采？一半都没有。唉，输了呀！世人皆称我为枪仙，可哪有
呼风唤雨、乘云驾鹤来的有气势。强仙前辈，雷无节小兄弟，你这是要去阁顶吗？我雷无节此番前来雪月城，就是为了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，还望强仙前辈成全。知道了。接着，可别一下子就被打下来啊！不会的。阿爹，大师兄，你们怎么下来了？雷无节那小子不是要上阁顶吗？他们是来找人的。闯登天阁找人？难道他们找的是？咱们就看着吧，会是一出好戏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是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爹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喊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可真是有些尴尬。不管了，好不容易闯到这阁顶，一定要见了他。雷家宝，喊什么喊？吵死了！问见雪月城，就凭你手里的这把杀猪剑，这是纱布剑。我现在已经来了，你出剑吧，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有什么底气说出“问见雪月城”这句话来。好。这种杂耍，也拿出来丢人现眼。你的剑技橙子雷轰，大开大合，威力不俗，确实需要更扎实的基本功。不然就会破绽百出。听说你学习了雷家的无方拳，还向天外天的少宗主学了另外一套拳术，再加上火灼术，2套拳法，1门秘术，你有多少心思可以放在席剑上？雷轰那个混蛋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师傅说了，行走江湖，艺多不压身。一派胡言！行走江湖，一人一剑，足矣。看！我的登天阁。李寒一，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去！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。喂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你是？我叫李凡松，也是来闯登天阁的。哦，你好啊。嚯，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，真是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真想亲自接这一剑。会有机会的，我去了。问剑雪月剑仙李寒一。哎，这来闯阁的是我，你要问剑剑仙，得从第1层登起啊。望尘山赵一真门下弟子李凡松前来拜会雪月城，问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
请雪月剑仙赐教。无量剑是无量剑。李汉一，我要跟你拼命！不要拦着我，李汉一，我的登天阁。去。李汉一，你陪我登天阁，我跟你拼了！我的登天阁呀，天了！李汉一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哎，胸牌可还好？好疼！哎，打不过。是打不过。要不，哎，咱俩一起上。好啊，一起上。雷家堡雷轰座下弟子雷无极前来问见雪月城，赵雨珍座下弟子李凡松也来问见雪月城。剑仙指流步。无极还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樊松亦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下一个开始燃烧，照亮整个黑夜。剑名：烈火轰雷。剑名：无量天罡。我也有一剑。剑名：玉溪花尘。